家好，又是一个艳阳天啊！但是呢，我已经避过了最热的一段下午的时候，现在呢已经接近5点了，太阳没有像中午和下午那么炙热了。骑行呢，必须是保持一种习惯，它必须是连续性的，坚持呢，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当然，主要是身体方面的好处啊。其实更多的呢是身心方面的好处。它会让那个像我们这种年纪身体渐渐变得衰老的过程当中呢，得到延缓。尤其呢，你需要观察路况，而且呢，你也肯定不能这么寂寞的骑行，多少呢要找些话题来说说话，调动自己的思维，就让你的思维呢不至于越来越迟钝。总之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，既是锻炼身体，又有益身心健康，并且让自己保持思考能力啊，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运动。更要紧的呢，它非常适合上了一定年纪的这种运动的方式，因为最关键的，它不是那种剧烈的运动啊，完全是一个可控的，有自己来掌握节奏的这么一种健身的方式。现在呢，我从祈福大道这个门出来啊，正对的呢就是中运路了。现在我等一个红灯来过马路。今天呢，我要走一段好久没走的中运路啊，希望呢能够到大富山公园里面去转转。因为现在已经7月份了，我不知道大富山里面的荷花池里面那些荷花、那些睡莲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。看到对面天空上有一架大飞机，感觉这个飞机也是在这边等待下降的合适的时机吧。有一段时间没有骑这条中运路了，2个多月以前，这条路上来来回回骑过很多回。从这边呢去到顺德，去到北教都是走的这条路。
这边呢依然还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模样啊，当然也开了很多的商店，老百姓呢也依了这样的这种相对简易的商业的设施，在这边大家过日子。最近几天呢，天气预报啊，时不时会有下雨的预报。因为就像我那天跟大家聊的，广东这边的天气呢，炎热的时间虽然很长，横跨3-4个月，但是呢，每当气温超过35度，如果连续几天的话呢，一般就会有雨。下几阵透雨呢，就凉快3-5度。像这几天呢，就是气温都比较高，所以隔三差五就会下一阵阵雨，气温呢稍稍的就会降低一些。今天下午也下了一场雨，虽然不大哦，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，现在应该是32-33度这个样子，应该说对于骑行来讲啊，还是可以接受的温度。拐了个弯呢，我的前方就是大夫山公园的，应该是北门了。那边有卡车。
这个公园呢是这个附近啊唯一一个可以允许自行车进来骑行的公园。因为呢，它本身确实也是一个运动型的公园啊，有一片丘陵地带，有上坡下坡，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个地方。但是我发现啊，这又在折腾什么这种边上的绿化带了。就这个地方呢，真的。越是到这种基层的地方嘛，他就是伸手想上面要求拨款，然后呢似是而非的弄很多的这种项目啊，就是不断的重复的修建马路啊，搞绿化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工程。这个钱呢，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花出去，就使得底下大家可以有一些就业的机会，当然还有很多灰色的地带。最后这个一部分的钱呢，大家想都可以想到，它就会流向那些隐秘的但是该去的地方。这个就是这个体系啊，从上到下基本上就那么回事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制约。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是南北主路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坡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这条坡了。買到之後真係後悔係咪？看到山坡下面的那些池塘里面盛开着莲花，等一会儿找个地方就近的去看看那些莲花啊，非常美的一种花。到咗之後就，所以就係小伙子们啊，顺坡而下，骑得飞快。还说清楚。
的挺那么那么那个。费了一点劲儿，还是骑上了这条大坡。
骑行在下山路上轻松很多。左侧呢就是一片湖区，有很多单车爱好者在骑行。左侧呢就是一个堤岸啊，应该这边有一个水库，到这边来见证吧。叫七盏灯水库，所以这座大坝一样的路呢，就是七盏灯大坝。今天的水还是比较充盈啊，但这个湖面太宽，里面并没有莲花。这里呢，依然是一片湖区啊，往下骑下去看看。这有点像我昨天去过的莲湖生态公园啊，那边呢也是围着一个湖，但是跟这里不同的是，那边呢就是一个村庄，这边呢围起来变成一个公园。这里的环境还是相当的不错的。哦，这里已经到外面去了吗？这边有个市桥大桥头文物保护的一个碑，明朝嘉靖年间所建，但是呢，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改建啊，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遗址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典故。这边的栈道呢，连着一个凉亭啊，感觉还是相当不错。你看啊，周围的青山，各种树木都非常的繁茂。在这边呢，一个接着一个的小湖连成了一片啊。这里一个非常不错的凉亭，可以在这边稍稍的休息一下。
歇一会儿，看看美景。虽然呢天气比较热，但是呢出身汗，我觉得反正回去可以洗澡。天气炎热呢，这种公园里面人就少一些，就可以独享美景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去骑段。比起到处都是黄土飞扬的北方呢，南方真的得天独厚啊，就是因为有水系发达，河通纵横，所以呢也滋养着这边的自然啊，都是一片绿色，非常之美。这是南方人有福气的地方。这个大佛山公园呢，它应该是分成2块啊。一块呢就是给大家散步、休闲的公园的这种湖畔，还有各种步道。但是呢，也有一半地方呢，就专门供大家骑行的，做到互不打扰。所以刚刚走不通的地方呢，估计就是只能人走的地方了。有段时间没有关注大家骑行的这种车辆，就明显感觉啊，现在大家好像这种单车也更新了。像前面这个小伙子骑行的，使用的就是公路的赛车型的，你看那个轮胎啊都非常的扁。其实我在加拿大路上也看到很多人骑这种车。而这边呢，就是非常美的一个莲花池了。这条路居然叫相思路。现在我正对着这片莲花池，但是好像并没有那么茂盛，没有把这个湖面遮得铺天盖地的，反而呢是很多水面都被露了出来。但是呢，我看到还是有很多含苞待放的莲花，当然更多的是已经开着的莲花，看还是很美的。大佛山公园里面的很多的莲花池，并不是只有这一个。这个湖边稍稍有点危险，我还是到骑行道上去吧。在这边呢，可以远远的欣赏一下这个荷花池，虽然并没有开得那么的满，
那些荷叶呢也没有遮住整个水面啊，但是这种翠绿娇嫩的这种荷叶啊，再辅以一枝枝的荷花，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开放的含苞待放的花蕾啊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站在这边再欣赏一下。现在太阳已经西斜，太阳照在湖面上，照在有一些水滴的莲叶上啊，闪闪发光的感觉。哦，前面有几朵莲花开得非常漂亮，吸引着人在这边照相啊。在这里稍微驻足欣赏一下。刚刚从我身边路过的一位女士讲到一个去省博物馆呢都要预约，因为省博物馆的门票呢是不要钱，但是要预约啊。但是呢，你在里面如果买一个参观的这种售票的项目的话呢，你就不用预约，直接进去就行。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我记得有时候去到那边被人家打回来啊，真是很不舒服。如果可以提前买好票，那你就进到里面啊，不但是那些需要钱的参观，还是不要钱的，应该都不在话下。我突然听到广播，好像这个公园到了5点30分，也就是差不多到时间就要闭园了，还是6点钟闭园呢？天还大亮着，居然要关门了，这个真的有点没想到。所以我在上海呢，有一些公园啊，它现在都是24小时的。当时我还在想，说24小时晚上谁来啊？但其实关得太早的话呢，真的不应该啊。快跑得快！前方呢就是大夫山公园的
南门了。出去呢就是虞山西路，公园的对面呢就是横江村。我的右侧有写大富山 Forest Park， 这边呢还有巴士站。既然它要关门了，我就不在里面走了。我从大富山南门出来呢，顺着虞山西路从那边找路回去了。对面有个村庄叫南双王村还是玉村好像我还没去过。现在呢，我继续在虞山西路上骑行，向着中村方向。这边呢，看到有个加油站叫南双玉加油站，那我刚看到那个村呢，就是南双玉村了。现在呢，已经回到了亭山村附近。这边呢，其实都是一些工业村，都是做一些建材生意的商铺。时隔2个来月又在这边的大马路上骑行，感觉还不错好像就是昨天一样。当然这些马路上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。现在呢，回到了中运路上，这是我刚刚来的这条路。
但是我刚刚呢，在前面的大夫山公园北门进了大夫山里面，兜了一大圈呢，又回到了中英路上。现在呢，我就骑回家去了。今天气温还算好啊，我就感觉不是很热。现在呢，我又回到了大夫山公园的北门了，绕了一个大圈又绕了回来。今天我就知道了，这里到了6点来钟它就关门了，就让我稍稍有些感到奇怪，天没黑就关门了。但是呢，规定就是规定了，所以原本呢，我也想着就是黄昏时候来骑一下。那以后得要稍稍早点出来。其实这个大夫山公园里面呢是非常适合骑行的，因为它就是好像为骑行而做的一个公园。在这里骑车呢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是不遵守交通规矩的，穿红灯呢是家常便饭，很多人是逆行，而且很多人是做送货的生意的，所以他非常赶时间。你碰到这样的人呢，真的是无可奈何，唯恐避之不及。所以只能自己打起精神，保持警惕，否则的话呢，真的很容易中招，很容易撞在一起。你想这样的车，他就给你停着，人跑了。回到村里面呢，这个真的人多车多，感觉真的状态不是很好。当然这个其实在村口啊，并不是新村里面，但是感觉呢，这种商业的环境越来越向下，卖的东西也是越来越便宜了。你可想而知，这种质量肯定是不够好的。经过祈福医院，突然让我又想起在多伦多大学大道上面遇到的多伦多的医院群落。
看到一个车门开着，我就进到了村里面。今天呢，其实也是漫无目的的一顿乱骑啊，就是骑着车闲逛，从祈福出去，去到了中英路，去到了大夫山，上了大夫山里面的那个大坡，从北门骑到南门，顺着虞山西路一路找路回来。现在呢，已经顺利的回到了村里了，就感觉还行吧。就这点路呢，应该从体力上来讲完全没问题。加上今天呢，天气比较帮忙啊，下午毕竟下过一场雨，气温呢不是很高，而且感觉现在啊，太阳已经接近下山了啊，就日照没有那么强烈了，所以总的感觉还是比昨天要舒服很多，应该说比前天啊，昨天并没有出来骑行。前天我骑到了石桥水道啊，这一路上确实还是比较晒，比较热，还算挺愉快的一段骑行啊。也是回来以后呢，无为而治，没有什么目的，但是还是要保持一下骑行的习惯啊，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。活跃一下身体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已经回到了祈福大道了，就在这边呢，跟大家拜拜，谢谢大家的跟随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拜拜。